可惜了，长这么好看，居然是个只能活3天的炮灰。小姐，老爷有请。难道我们就要这么等死吗？老爷，你倒是想想办法呀！现在证据确凿，靖王又铁面无私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唉，就我爹贪墨的那10万两，现在就埋在书房第3块地砖下面，那可是靖王回京闸办的第1份大礼。证据确凿，往哪儿跑？还有我娘放印子钱逼死人的小账本，还塞在床头那个雕花暗格里呢。我哥更绝，强占来的城南那300亩上好水田的田契，这会儿还热乎乎的揣在他怀里呢。唉，反正明日午时，全家都要菜市口集合，排队上路了。什么情况？是我脸上有花，还是他们压力太大，失心疯了？不是吧？难道他们……就这么办。好饿啊，反正要死了，好想吃我娘亲手做的红烧肘子。威尔是不是饿了？娘这就去做你最爱吃的红烧肘子。实锤了，我娘她听得见。哥哥，你别急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急有什么用？有本事你现在冲去靖王府，把萧景恩砍了。哦，也对，你打不过人家。我去院子里冷静冷静。爹，女儿有些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爹，你要是能听见，就眨3次眼。爹，女儿方才心有所感，觉得书房似乎有些不妥。书房东边书架后面有个暗格，里面有你勾结外臣陷害忠良的完整名单，那才是靖王真正的目标，是足以让咱家死10次的铁证，必须立刻毁掉。这能力真不知道是这吃人的世界里绝地求生的底牌，还是另一道更加可怕的催命符。爹，靖王来了！爹娘哥，接下来记住，我们是奸臣，是嚣张跋扈、贪得无厌的大奸臣。走，随为父去迎接贵客。下官参见靖王殿下。沈相，不必多礼。本王查案途经贵府，想起父皇曾赐下一扇翡翠屏风，据说精美绝伦，特来一观。来了来了，爹，屏风就是你现在盯着的那扇，用你最贪婪的眼神表达你对他的渴望。殿下好眼光，此乃是陛下所赐，臣每日观赏都爱不释手，真是绝世珍品啊！爹，趁热打铁，暗示他，就说此物与您有缘，放在王府蒙尘，不如放在相府日日供奉。快！如此宝物，只有在懂得欣赏之人手中，才能不辜负其灵性啊！若是放在某些清冷之地，怕是明珠蒙尘了。既然沈相如此喜爱，那本王便成人之美。此屏风留在贵府便是。成功了，爹，快谢恩，然后表现得得意忘形一点。多谢殿下，殿下厚赐，臣感激不尽。等等，那玉佩是暗中的信物。哥，机会来了。哥，看见靖王腰上那枚玉佩了吗？带着同样玉佩的女人，现在就在西市口卖身葬父。那是靖王的暗桩，快去，把她给我抢回府里来。记住，一定要嚣张跋扈的强取豪夺，但别真伤了她，把她放在眼皮子底下，才能避免她在外头给靖王传递更多对我们不利的消息。殿下果然爽快，既然殿下如此大方，那在下也不客气了。听闻西市口来了个标致的小娘子卖身葬父，正好缺个端茶送水的丫头，我这就去瞧瞧，若合眼缘，便带回府中，也算积德行善了。哥，你可别真动手动脚，咱家是奸臣，不是采花贼。行吧，本王还有公务在身，就不便在相府逗留了。恭送靖王殿下。
就是他，腰间系着与萧景恩一样的玉佩。让开，让开！都围在这儿干什么？挡了小爷的路！哥，轻点，那是道具，不是真的让你验货。模样还算周正。说吧，葬你那个死鬼老爹要多少银子？小爷我买了你回府伺候。小女只求20两银子栽葬家父，死后愿为奴为婢，报答恩公。但求恩公宽限2日，让奴家尽了孝道。废什么话！跟小爷回府吃香喝辣，不比在这儿哭墙。住手啊！我的亲哥不是这样抢的，用钱砸呀！摆出你京城第一纨绔的派头，说他爹的事儿你包了，让他立刻跟你走，是强聘，不是强掳，这有本质区别。哭什么哭？晦气！这100两拿去把你爹风光大葬了，剩下的就当小爷赏你的胭脂钱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小爷我的人了。卖身契回头就给你补上，别在这磨磨唧唧的，赶紧跟小爷回府。怎么嫌少，还是不给小爷我这个面子？多谢公子，小女子遵命。漂亮，就是这样，保持住。总算有惊无险的未完成了。殿下，看来沈家父子确如传言一般，是不足为虑的蠢货。蠢货！沈国安精准索要屏风，沈长风强抢暗装，却只动银子不动人。你不觉得他们这恶行事的太过恰到好处了吗？明日给沈府递张帖子，就说本王得了一副好棋，邀沈家小姐过府一叙。我跟他下棋，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可我敢不去吗？我不敢。爹娘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他想试探，就让他试。按咱们的计划来，我是柔弱不能自理的小白花，你们是控制欲极强的恶霸家属。沈小姐，殿下临时有事，不便在府中接待，已在清风茶楼雅间备好清茶点心，请小姐移步。改地方了，这是降低我的戒心，还是为了方便灭口？是。沈小姐，冒昧相邀，请坐。听闻沈小姐棋艺精湛，本王今日特来请教。精湛个鬼！我连五子棋都玩不明白，他到底想干嘛？殿下谬赞，臣女只是略懂皮毛，不敢在殿下面前班门弄斧。昨日令兄在西市口似乎得了一位佳人。兄长他性子是急了些，平日里家中父亲与兄长决定的事，臣女是从不敢多言的。哦，如此说来，沈小姐在家中似乎诸多不易。父亲也是为家族着想，兄长行事虽有不妥，但父亲常说沈家势大，方能护我等周全。完美，把锅都甩给我爹我哥，我就是那风中最无辜的小白花。今日多谢沈小姐赐教，殿下棋艺高超，臣女受益未浅。明日本王会向父皇举荐御史周明轩，他为人刚正，想必能更好的监察百官，肃清朝纲。周明轩，那个未来抓住我爹结党营私，差点把我们一家送走的周明轩，靖王这么快就要把他推上来了。不行，必须在周明轩得到重用羽翼方满之前把他摁死。威儿，怎么样？靖王他没为难你吧？爹，没时间说这个了。明天早朝，靖王要举荐周明轩当御史。周明轩，那个食古不化的周明轩。没错，爹，明天你必须在他被举荐的时候当场把他参倒。可那家伙是出了名的清廉，爹拿他也没办法呀。有办法，
他书房里有一幅《寒江独调图》，是已故书法大家柳公的亲笔。他对外说是赝品，但那其实是真迹，是他岳父偷偷送给他的。你就参他，表面清廉，实则收受岳父重礼，欺世冒名。可这罪名顶多让他名声有损，罢官怕是……光这些当然不够。他3年前在江州任上，为了快速平定水患，未经请示私自放粮，虽然救了不少百姓，但确实是僭越之罪。你就抓住这点，往死里参。威尔，你怎么连这个都知道？爹，现在不是问这个的时候，记住，咬死这2点就行。特别是第2点，任何一个皇帝都容忍不了臣子僭越。好，爹知道了。爹，怎么样了？靖王果然举荐了周明轩，说他清廉刚正，可堪大用。皇上看起来也有些异动。陛下不可！周御史表面清廉，实则欺世盗名。臣查明，他书房中所挂《寒江独调图》乃柳公真迹，是其岳父所赠。丞相，这是诬告！这还不止，臣还查到周明轩3年前在江州未经陛下允准，擅自开仓放粮，此乃僭越之罪。你，最终陛下驳回了靖王的举荐，以欺世盗名、行事僭越为由，将周明轩罢官，逐出京城。你们是没看到靖王那张脸，当时就冷得快结冰了。还有那满朝的文武，看我的眼神，恨不得生吞活剥了我。成功了，第一步危机总算度过了。散朝后，皇上身边的大太监悄悄叫住了我，说皇上在御书房召见。皇上说什么了？皇上没提周明轩的事儿，只是赏了爹一方上好的端砚。然后皇上说什么了？周明轩是清流标杆，动他会惹来无数非议。满朝文武此刻已将你沈国安骂得体无完肤了。但是有些脏活总要有人去做，有些骂名总要有人来背。你很懂得为朕分忧，以后也要继续懂事。臣明白。好了，退下吧，好好为朕办事。这皇上赏识爹不是好事吗？是啊，老爷，至少皇上是站在我们这边的吧？皇帝这是把沈家架在火上烤，让沈家吸引仇恨，替他铲除异己，等到没用的时候就会毫不犹豫的抛弃。威尔，咱们沈家这下真成了陛下手中的一把刀了。爹，陛下的意思是让咱们继续当恶人？不是让，是必须，还得更招人恨。果然，最坏的情况还是发生了。爹娘哥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。威尔，你的意思是？陛下真正想制衡的是太后外戚，周明玄的事让陛下看到了沈家的用处，接下来恐怕就要明刀明枪对准太后那边的人了。太后娘家势大，我们正营势大，陛下才不好亲自动手，而我们沈家这把刀正合适，赢了陛下乐见其成，输了沈家就是替罪羊，所以我们只能赢。那就干，反正早就撕破脸了。爹，以后行事表面上要做得很辣，但私下我们要掌握对方更多的把柄，甚至是能保命的东西。而现在就有一个机会，娘，需要您出马了。我？对，西街那家宁香斋，娘稍后就想办法把他强占过来。那不就是个小小的胭脂铺吗？占它做什么？那可不是普通的胭脂铺，那是太后侄孙私下里用来调度银钱往来私密联络的据点，里面藏着不少不合规矩的行事记录。这样不仅能掌握太后娘家相关的行事凭证，关键时刻兴许还有奇效。好，夫人，这事儿你去办，最合情合理。老爷放心，我这就去，定叫那掌柜的乖乖将地契交出来。娘，您去了之后，直奔后院东厢房，靠墙那个最大的胭脂架子后面有机关，密室就在后面。找到的东西直接带回来，千万别让任何人看见。娘，能行吗？放心，娘现在可是恶毒主母本体，业务熟练着呢。
呦，可累死我了！刚开始那掌柜还不从，直到我把老爷搬出来，他立马就将地契乖乖奉上。威尔说的那个密室，真让我找着了。老爷，是什么？王家那小子，他竟敢私下勾结边境将领，倒卖军中铁矿石给北边的商人，私贩铁矿，这是通敌的重罪啊！果然，这就是原剧情中几年后靖王用来扳倒太后一党的关键铁证之一。信上虽未明说，但里面的暗语和线路指向的就是太后的侄子王腾，而且这里面似乎还隐约牵扯到宫里。咱们把这东西交给皇上，或者靖王，这可是大功一件啊！现在交出去就是找死。长风，你想的太简单了。现在交出去，皇上会怎么想？他会觉得我们沈家手太长，心思重，竟能拿到如此隐秘的东西。太后那边更会视我们为死敌，立刻不惜一切代价报复我们。那咱们现在就是质子怀金过世，漏不得半点光芒。爹说的对，我们现在实力不够，这东西必须藏起来，等到最关键的时刻才能用它。今日之事都烂在肚子里。至于那胭脂铺，夫人，你明日就派人去接手，正常经营。明白。王腾丢了这么重要的东西，绝不会善罢甘休。他查不到证据，肯定会把账算在我们家头上，麻烦恐怕马上要来了。沈长风敢动小爷的铺子，今天不把地契原封不论吐出来，再磕3个响头，小爷我打断你的腿！王腾，那铺子现在姓沈，小爷我手续齐全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敢来抢？买的？他娘的是强占！上，给我弄他！果然如小妹预料的一样。爹，机会来了。哥，按计划行事。给我弄死他！杀人啦！王腾和巡防营当街行凶，要杀宰相之子啊！追！把他给我抓回来！陛下，可要为我做主啊！王腾他当街行凶，想要杀我呀！行了，别吵吵了。王腾纵容下属当街斗殴，惊扰圣驾，革去巡防营一切职务，杖责50，闭门思过3个月。巡防营相关涉事军官一律革职查办。一次是巧合，2次呢？看似贪婪愚蠢，可做的每件事最终的结果，却都微妙地指向了皇帝想动或者与国朝有利的方向。沈家有意思。今日太后寿宴，大家都机警些，免得落人把柄。这种场合，按照套路必出幺蛾子，都打起精神来。等等，那汤有问题，而且这个方向是……爹、娘、哥，等下无论发生什么，你们只管惊慌，别做任何多余的事，相信我。臣女罪该万死，臣女不是故意的。果然是剧毒，酒和糖有
志冲撞圣驾，罪该万死，求陛下开恩，传太医呀！传太医，封锁大殿，任何人不得出入。陛下，酒中与羹汤中皆含有剧毒。得亏提前吃了我爹偷藏的能解百毒的宝贝药丸，否则真就交代在这儿了。威尔，你醒了？沈小姐既然醒了，陛下有请。爹，复盘一下，到底是谁下的毒？目标真的只是皇帝，还是想要连咱们沈家也算计在内里？沈月薇，你救了朕一命。臣女不敢当。臣女当时只是脚下不稳，冲撞了圣驾，罪该万死。是吗？真是巧合。他知道，他怀疑了。完了，他肯定觉得我是故意的。怎么办？承不承认？承认了就是窥破宫廷阴谋死路一条，不承认，他能信吗？陛下，臣女当时是怕极了。怕？臣女怕陛下若真有万一，靖王殿下必定立刻继位。他向来厌恶我沈家，到时第一个要砍的就是我们全家的脑袋啊！陛下，你是我们沈家唯一的倚仗，你万万不能有事啊！沈国安倒是生了个坦率的好女儿。起来吧，看在你救驾有功，朕不追究你冲撞之罪，赏黄金1000两，锦缎100匹。谢陛下。这就过关了，还得了赏赐。难道奸臣的真诚反而比真臣的表演更让他放心？你年纪也不小了，总是待在府里也难免莽撞。宫中规矩多，倒是能磨磨性子。什么意思？他想让我进宫？不行，绝对不行！进宫就是换了个更华丽的牢笼，死得更快。威尔，陛下没为难你吧？把所有希望寄托在皇帝一念之间，太被动了。咱们必须多条腿子路，必须尽快向靖王证明我们沈家的价值，哪怕不能化敌为友，也要让他觉得留下我们比除掉我们更有用。必须想办法破局，必须和靖王搭上线。这是妹妹，怎么了？哥，别问了，想活命，现在就听我的。哥，你带上府里最信得过的、身手最好的家将，立刻去西山狼谷。西山？这大半夜的去那鬼地方干嘛？靖王在那儿遇刺，快死了，你去救他。救靖王？你疯了！我们躲他还来不及呢。没时间解释了，记住，对外就说你心情不好，带人出去打猎找乐子，恰好路过，找到他留下金疮药和吃的，然后立刻撤回来，别暴露是特意去救他的。好，哥听你的。哥，一定要赶上啊！还有萧景恩，你可千万不能死啊！妹妹，神了！我们真的在狼谷找到了靖王，他和他最后一个亲卫都受了伤，靠在岩壁下，差点就冻僵了。我按你说的，装作是雪夜无聊出来猎狼，偶然撞见的。我把咱们府上最好的金疮药和干粮留给他们了。
他什么反应？他当时脸色白得跟鬼一样，看我的眼神复杂的很。我按照你教的，故意很嚣张地说：“靖王殿下，你这模样可真够狼狈的。这荒山野岭的，算你运气好碰上小爷我。药和吃的给你，别死在这儿，不然多没意思。”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带着人走了。走出一段距离，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，看见他正拿着那瓶金疮药盯着看，那眼神说不清。哥，你真棒。殿下，沈长风他为何会恰好出现在这里，还留下这些？一次是巧合，2次是意外，那第3次，沈家果然有趣。小妹，靖王府来的帖子。3日后，西山梅林。这踏雪赏梅，是冰释前嫌的信号，还是另一场更危险的试探？这几株梅枝疏影横斜，风骨倒是不俗。你们退下，本王与沈家兄妹单独说几句话。是。沈月薇，你们沈家究竟意欲何为？来了，殿下何出此言？臣女听不懂。听不懂？你父亲精准索要平分，你兄长强抢暗装却只动银子不动人，宫宴之上你恰好打翻毒酒，西山狼谷你兄长偶然血液猎狼，这一桩桩一件件沈月薇，你告诉本王，都是巧合吗？殿下，如果我们说我们别无选择，只能当这奸臣，您信吗？我们做的每一件事，都不过是别人写好的剧本罢了。殿下真以为我们想贪、想抢、想害人？我们只是想活下去而已。你们凭什么认为向本王坦白这些就能活下去？因为殿下需要，殿下想要那个位置，想要肃州朝纲。有些事陛下不方便做，殿下您同样不方便。有些脏活总得有人去做。我们沈家可以成为殿下手中最听话也最能咬人的那把刀，一把有自己想法的刀。证明给我看。殿下想要我们如何证明？3日后，西山围场有一场私下的聚会，届时会有人不小心泄露一些关于本王结党营私、意图不轨的言论。沈长风，你知道该怎么做？这是一次投名状，一次向靖王展示沈家咬人能力的考验。臣明白。妹妹，咱们这算是搭上线了。线是搭上了，但咱们也彻底踏上了另一条更危险的钢丝。哥，差不多了，该你上。我说这几日围猎，肥美的猎场全被你们占了，合着是仗着背后有人，在这皇家围场里也耍起了官威。也是，毕竟靖王殿下如今手眼通天，连京畿大营的宿将都能说换就换，安插几个自己人进围场，又算得了什么？满京城谁不知道殿下您在军中的势力，连太子都要避其锋芒。沈长风，你敢对殿下不敬，老子替你爹教你规矩！怎么？你们几个太后一派的，背地说殿下结党营私、意图不轨的时候，一个个唾沫横风。怎么老子把话摆到明面上，你们都装成忠臣？殿下，臣说的难道不对？朝野上下流言四起，您身为皇子，本该谨言慎行，如今却惹得非议不断。臣身为天子门生，识君之路，不得不替陛下说一句公道话。沈长风，你罪了。我没罪。我就是看不惯你们这些口蜜腹剑的东西，拿着朝廷的俸禄，背地里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。别以为老子是血口喷人，这些话全是他们亲口所说，人证物证俱在。老子不过是把藏在暗地里的暗杀事
摆到了明面上而已。哥，完美。都这么多天过去了，萧景安那边为什么还没任何表态？这股熟悉的预感又来了。爹、娘、哥，机会来了！爹，西山黑风域藏着一股前朝叛军，他们正在密谋作乱。叛军？这与我们何干？与我们干系大了。这事最后会被栽赃到您头上，说您通敌叛国，所以我们要抢先下手。爹，您明天就想办法，通过中间人去接触叛军的头目，假装要和他们合作，表示可以提供钱粮和京城布防图，获取他们的信任。威尔，这可是真通敌呀！是假通敌，这是做给靖王看的。同时，我会把叛军的具体位置和我们的计划匿名递录给靖王，让他率兵在外围布控，等叛军被您稳住、放松警惕之时，一举清剿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这计策妙啊！但风险极大。爹，您一定要演得像，不能让叛军起疑，也不能让靖王觉得我们是真心通敌。娘，您负责稳住府里。哥，你禁足期快到了，随时准备接应爹。这是一场豪赌，赌赢了，我们不仅能洗刷未来的通敌罪名，还能立下大功，真正获得靖王的信任。赌输了，将万劫不复。好，爹演了一辈子奸臣，不差这一回。沈相冒死诱敌，劳苦功高，快送沈相回府歇息。是。成了，我们好像真的成了。信任的桥梁总算初步搭建起来了。西山叛军这个坎是过去了，但原本那个直接将沈家打入地狱通敌大罪的阴影，似乎更近了。那才是真正毫无转圜余地的死局，我们真的能避开吗？相爷，公子，小姐，大事不好！北境800里加急传进京城，大军遭俘，折损过半，主帅重伤垂危。陛下在宫中震怒，下令彻查布防图泄密之事。北境按计划行事，王府将的后事处理干净，不留把柄。爹，哥，这不是意外，是陛下布的局。他要卸磨杀驴，拿我们沈家当北境战败的替罪羊。相爷，刑部尚书在宫中发难，当众拿出5封盖着您私印的密信，指证您通敌叛国，泄露布防图，满朝文武哗然，陛下龙颜大怒。那私印是仿的。爹去年私印摔出的缺口，密信上根本没有，这是陛下提前造好的伪证。老爷，这可怎么办？小姐，之前被公子带回府的靖王暗桩，被人带进宫中，当庭指证相爷深夜私会外邦人，人证物证齐出，陛下要定您死罪了。要么指证沈家，要么全家陨亡。是太后不道，他拿暗毡的家人要挟，非要置我们于死地。陛下搭台，太后唱戏，我们沈家成了他们共同的靶子。这群奸佞小人，我们沈家为国平叛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事已至此，辩解无用。我们早就是陛下手里的刀，
如今刀钝了，自然要被丢弃。奉旨查抄相府，奸相沈国安通敌叛国，罪无可赦。即刻捉拿全家，打入天牢。3日后满门问斩。殿下，宫中传来消息，陛下已借北境兵败之势，命刑部伪造沈宫通敌密信，太后也胁迫了那个暗桩当庭指证，沈家马上就要被抄家入天牢了。本王早就知道，陛下那点心思瞒不过本王的耳目。北境布防图是他亲手泄露的，伏击是他亲自安排的，仿造沈国安私印的命令以及太后要挟暗桩家眷，3天前就从内务府传出来了。殿下既早已知晓，为何不提前出手？沈家至今对陛下还未彻底死心，不让他们走一趟天牢，尝一尝满门抄斩的滋味，他们怎肯断了念想，真正站到本王这边？备马，本王要闯宫门，请陛下下手谕暂停行刑。另外，传本王密令：第一，派人死死盯住天牢，太后派去的杀手，格杀勿论，沈家一根头发都不能少。第二，即刻去内务府，把伪造私印的工匠控制住，人证给本王带回来。第三，去宗人府杂役房，把安装的孩子安全救出来，一并带到3司会审大厅。第四，把太后私通外邦、结党谋私的所有证据全部整理出来，明日公审，本宫要一击翻盘。属下遵命。陛下、太后，你们布的局，本王接了。只是这棋盘上的胜负，终究要由本王说了算。妹妹，我们真的就只能在这儿等死吗？哥，别急，靖王与我们早有盟约，他不会让太后的人暗中对我们下手，更不会看着我们白白送命。天一亮，立刻持手谕赶往天牢，务必在行刑前拦住刀斧手。沈家4口，一根头发都不能少，违者军法处置。哥，证据全了，陛下与太后联手构陷沈家的所有铁证都在我们眼前，靖王早已布好全盘后手，等他到来，我们就能洗刷所有冤屈，把欠我们沈家的尽数讨回来。传到，奉旨行刑！住手！陛下手谕在此，沈国安一案另有天大冤情，即刻暂停行刑，所有涉案人员移交3司重审。是。沈岳威，现在可以把你们沈家留的底牌全数拿出来。殿下要的真相，我们早已备好。这一次，你我联手，定要掀翻这场阴谋，还沈家清白。这么多年，你还是没有放弃这个位置啊？是啊，要不是你当年伪造圣旨，带兵逼宫，这皇位能轮得到你来做？看来你都知道了。那天也如今日这般大雪，我无法接受还是孩童的你就被父皇立储，所以你就逼宫弑父。此为内务府工匠亲笔供词，其奉帝王进慎指令，仿造宰相沈国安私印，伪造通敌密信，蓄意构陷忠良，句句属实，签字画押为证。小的认罪，小的认罪。还有太后以人证家眷相逼，让他当庭作伪证，构陷沈国安的全部始末。是太后拿我儿子命作为要挟，逼迫我去陷害沈相的。这是陛下贴身太监的认罪供词，以及北境布防图案中交接的密信副本，
北境惨败，3万将士殒命沙场，并非布防图泄露，而是陛下蓄意构陷沈相，亲手泄露军机所致。本官宣判，宰相沈国安一家通敌叛国罪名不成立，当庭无罪释放。太后构陷忠良，即刻废部后位，其党勇尽数捉拿，交由大理寺从严从重审判，绝不姑息。太好了，咱们再也不用提心吊胆的活着了。沈月薇，但凡你想，朕皆可应。陛下，沈家想要的，从始至终只有安稳二字。家父半生周旋于朝堂权谋，早已身心俱疲，年岁已高，只想卸甲归田，陪母亲回江南水乡安度晚年。兄长一身武艺，志在沙场，若陛下信得过，可派他镇守北境，守卫家国疆土。而臣女别无他求，只愿陪伴双亲左右，远离朝堂纷争，守着家人过平静日子。好，沈月薇，朕果然没有看错你。朕准你所请，赐沈家丹书铁券。日后沈家若有民妇，持丹书铁券可直达天庭，朕永远为你兜。谢陛下，陛下励精图治，定是一代明君。大周有陛下，是万民之福。那些如履薄冰、步步惊心的日子，终究是熬过去了。妹妹，咱们再也不用戴着面具演人人唾骂的奸臣了。这世间从来没有什么不可逆转的天命，所谓命运，从来都是握在自己手中。人间最圆满的幸福，从不是权倾朝野，而是家人相守，3餐4季，灯火亲人。